秦哥，你怎么了？逻辑风暴来了，会强制震荡任何带有系统数据的生命体内部的数据结构。它在持续扩散，我们撑不了多久。你们等着，我去想办法隔离这场风暴。井在底层，壁是反铁，能隔绝逻辑风暴。现在就走，跟我来。通风够用，风暴进不来。你们两个待在下面别动。那座塔，我在血池幻境里见过，它是高维神殿的能量塔。能量中继塔。那里面流的东西，应该不只是电力。等你们恢复好了，我们就去看看。阵法纹路和噬魂殿祭坛是同一个逻辑架构，但规模大上万倍。这条纹路从这里开始，沿着塔基一直向下，贯穿了整个中层地层，直接连接主脑总控枢纽。这座塔不只是在传输能量，它在抽噬位面意志。那些从下层位面被格式重置后残留下来的天道法则碎片，正被从塔底往上抽，汇聚到塔顶的压缩舱里。天道神弹！原来，整个高维神殿就是一个横跨万界的巨型抽血泵。他们吸走一个位面的生命力，就会投放一个系统宿主去管理那个位面的残渣。不摧毁这座塔，3000位面永远只是电池。底层能量导管在塔基背面有一处集中汇流室。如果我能进入汇流室，在导管接口位置制造一次物理性的超压切断，整座中巨塔的七杀系统会暂时停保。塔基背面的集中汇流室门口有一道高维能量屏障，你零数据穿不过去。但如果先引爆汇流室上方的主能量导管的外壳，屏障会因功能变动短暂失效，时间窗口大约20息。那就把屏障的功能先打掉，你从塔基侧翼的风口进入。没问题，最多20秒，足够进汇流室把导管全部切断。进而在塔基外侧维持感知，监控塔内能量流动方向。一旦汇流室被切断，告诉我路径，我要让这抽血泵的反噬直接冲回塔顶。屏障功能已经切了，扫描波收缩了1/3，那段缺口足够你过去。好，我现在进去。
光环加速了，他感应到导管压力变化了。塔身系统已经检测到物理破坏了，战船会在接下来20秒内锁定塔基位置。零数据者，你正在破坏主脑系统的核心结构节点，你的存在本身是一个悖论。主脑命令我将你封装进隔绝囊，带回总控中心进行逆向编译。悖论，是你主子写不出来才叫悖论。我拆他的东西，不过是为了给所有宿主一个自由。束缚完成，继续攻击将触发直接清除协议。无法解析的物理法则扰动，你身上有某种本应不存在外此地的底层协议残留。肋骨没断，还好坠落的时候撞穿了至少3层金属支架，帮我减了速，不然现在我已经废了。监察室的目标是我，所以应该不会对他们下手。那些没有五官的外壳里面原本应该装入洗脑后的意识体，想要在这里躲过追查，我得把自己伪装起来。这些外壳可以覆盖掉我的数据空白。主脑的常规扫描只会检查外壳协议，不会检查内部。只要把写入模块的线拔掉，让主脑系统认为这具傀儡已经写入过数据了，就可以跳过内部填充步骤，直接出场。表面服从协议启用。虽然视线被收窄了，但也足够用。外壳的关节活动范围有限，但基本动作也不受影响。静儿，青哥，等我。倾斜角度大约30度，长度约200步，传渡带的速度均匀，说明这一条常规物资输送线不是紧急通道。刚才那道扫描应该是常规物资输送自检，只要外壳的协议不报警，系统不会深挖内部。没有触发任何异常标记，看来外壳协议通过了。这就是神殿底层的信息吸枢纽了。所有从底层采集的数据都会在这里汇集、分类，向上层输送。熔炉区的能量流向应该也会经过这里。那些光团是活过的东西，不是数据编码，是某种残留的形态。这个轮廓，嘴角那道旧疤的位置，是阿宁姐。噬魂殿抽走的那些血，都被送进了总坛血池。血池里的能量又被主脑通过中继塔送进这座炉子。阿宁姐被抽干之后，最后剩下的那部分被送进了这座炉子，烧完了。系统把一个人的全部烧成能量，然后告诉宿主那是奖励，真是可笑。
阿宁姐，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闸门侧翼那道密封缝隙的位置和间距，轮换间隙如果有足够的脱离时间，可以把它作为潜入通道的起点。太好了，它松动的程度比我预想中要大。应该是热胀冷缩造成的金属疲劳。现在这条缝隙只能通过1根手指的宽度，我得在密封层边缘整体撬开一段。看来今晚的行动只能到这里了。应该是旧型傀儡，偶尔出厂数据缺损，系统更新的时候没有覆盖到这批老型号，标记一下，下次维护统一刷新。还好他没有启动深度扫描，毕竟对他来说，一具没有能量波谱的旧型傀儡，比一具不应该存在能量波谱的活人更容易理解。我得摸清楚这里的结构。那条侧向通道的走向和位置，与主脑中枢所在的穹顶方向完全一致。监察室来了。检修层尽头有通往中军塔外围的旧气闸，监察室的逻辑风暴覆盖不了纯物理隔断区，只要我钻进那里，它的追踪信号就会被阻断。目标确认，重氏伤疤宿主李清歌，奉监察者之命，就地抓捕，反抗者当场清除。如果我现在动手，监察者会立刻调集更多兵力封锁这整片区域。雨峰和静儿在下面还不知死活，我不能把他们拖进更大的包围圈。我束手就擒，我把他们的目光引过来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林雨峰。失控白衣女性反击行为已抓捕，金花少女押送熔炉区上层监禁室待处置。静儿和清哥还活着，那就好。我得想办法先找到他们，然后救他们出来。监禁室就在上层。这屏障应该是单向透光结构，从监禁室外可以看到内部，但内部无法看到外部。还好，静儿还清醒着，我得让她知道我来了。他认出我了。你放弃吧，在我这里，你不会得到任何关于雨峰的消息。你的永恒花来自血池异变，本质上是主脑系统抽取生命原力时产生的杂质聚合体。你越使用它，就越接近被主脑回收。你说的对，所以我不把它当成力量，
我把它当成我给雨峰系上的缰绳。原来他把永恒花当成江衡，他在用那朵花拉着我，但这样下去他会持续消耗自己的生命作为燃料，这才是他时不时晕倒的真相。静儿，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为我的牺牲，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通道全长约300步，走向与环形结构的垂直中轴线一致。内部没有数据锁，没有传感器，没有任何系统监控标记。主板外壳是物理全结构，没有数据锁。只要我不触发电路，触碰外壳就不会产生数据警报。主系统不依赖它运行，但它的物理位置靠近核心协议层的边缘。病毒从备用接口出发，可以沿着线蔓延到主协议层，覆盖范围比从主接口植入更大。爸妈，爸，这声音怎么跟我小的时候一模一样？不对，绝对不可能是我。我10岁那年根本没有离开过家乡，而这段录音被存储的位置是主脑核心备份区的物理接口。主脑在收录这段音频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进入过它的任何系统扫描范围。不是我，那这个声音是谁的？不管这是谁的，能被塞进主脑核心备份区的物理存储条，都不会是普通的历史残留数据。这里面藏着的，比我以为的更深。这居然是昊天的原始人格备份，原来他也曾如此悲痛过。是什么让他变成了后来那样？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静儿和青哥还在等着我。我每慢1秒钟，他们就多受1秒钟的苦。我得先把他们救出来。这是3层结构，每层之间有能量场隔离，数据层面的攻击会被能量场挡住。想要让病毒覆盖3层，必须从物理层面让3层之间的阻挡失效。扳手的材质是高密度合金，重量足够。我在每次轮换间隙撬松一点，需要3页。支架全部松动之后，能量场的稳定性就会下降。存储条可以在引爆时充当定位信号。静儿的位置已经摸清了，现在只剩下青哥，我得尽快找到他被关押在哪里。不知道雨峰和静儿怎么样，但看他们的反应，起码雨峰还没被抓到，那就好。时间不够了，今晚只能拆2颗，明晚得找机会确认一下青哥的位置。第2层支架3颗螺栓全部松脱，接下来就是去找青哥了。之前通过傀儡队列的渗入键，发现中层守卫住宿区东段有一处通道口，所以他大概率在那里。门锁没有额外的能量屏障，外层机械锁芯是标准6柱结构，内层数据感应锁在机械锁芯后方约3指宽的位置。拆锁时间不够了，今晚先这样。能确定青哥位置就好，等明晚把第3层支架处理掉再来。警报持续时间太短，系统应该会把它归类为常规管道震动误报。存储条在后续引爆病毒时会提供一个精准的共振坐标。什么情况？难道是位移引起了能量场的瞬间波动？底层电压不稳。
拆开外壳，检查侧翼第3排肩线口下方的物理结构。完了，存储条在备用接口里，一旦发现，整条路线都会被切断，得想办法阻止。脚步声的方向是底层，节奏不对，不是例行换岗。门缝里透进来的光在刚才那一瞬间抖了一下，有人在底层方向掀开了什么金属面板，光影折射的角度变了。这个时间点，这个方向，这种动作，只有雨峰可能在那里。底层的金属面板被掀开，雨峰一定在动主板那边的东西。但刚才那串脚步声是冲着底层去的，说明已经有人发现异常了。我得想个办法帮雨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监禁室囚犯正在尝试突破能量屏障，立即封锁熔炉区上层所有出口，在锁定完成之前，不允许任何能量信号从该区域扩散到底层结构。一定是静儿，刚才那道绿光的强度，已经超过了他目前剩余能量能安全释放的极限。他在为我争取时间，在下一次主脑系统自检之前，必须完成病毒引爆的全部前置条件。否则，静儿今天的付出就全部白费了。病毒已就位，它的外层覆盖了一层我指尖渗出的血液，这粒颗粒不包含可被扫描的代码。只有等到未来通过物理共振激活时，它才会作为结构疲劳的起始点发挥作用。外壳表面现在多了一道擦痕，位置和形态都符合被能量冲击余波扫过的特征。如果监察者回头检查，他只会认为这是刚才那道绿光冲击造成的外层物理损伤。你刚才那一轮爆发消耗了永恒之花至少30%残余存量。牺牲3层生命原力，只为了制造一次无法突破屏障的冲击波。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明知道你不可能逃得出去。不管你想干什么，都没用了。4天后行刑台，光束将从你头顶落下，届时你会被彻底抹杀。雨峰，我只能帮到你这里了。希望你的计划能顺利完成。听说了没？行刑台3日后启用，还要向3000位面同步转播。察使大人这次怕是要杀一儆百，让那些低维来的刺头看看，在神殿里乱跳是什么下场。不过话说回来，这场面倒是难得一见，到时候转播一开，3000位面全看得见。那些系统宿主看了，估计腿都得软。这就叫立威。行刑前3天内，非指令授权范围内的任何移动，直接处罚，立即清除。得辛苦3天，多盯着点儿，别让哪个不长眼的在节骨眼上添乱。得，3天就3天吧。行了，别在这儿杵着了，去下一层转转，别等到真出了事儿，咱们背锅。还剩3天时间，接下来需要做2件事：第一，确认病毒能被远程引爆；第二，需要一条能同时救出苏静和李清歌，并抵达行刑台的物理通路。我猜的没错，里面就是李清歌，用的是我们3个人的暗号序列。
他有办法在行星台区域制造系统延迟。所有傀儡就地冻结，冻结期间非标准移动行为将被视为越权操作，越权者立即清除。距离行刑还有3天。行星台的能量节点分布我已经锁定了。主脑在行星台区域集中了比底层密度高出4倍的能量供应，节点排列沿行星台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如果病毒在行星开始的旋被激活，共振会沿着这些导管向上传导，在主脑的光束形成之前切断它的能量供应。接下来我只用静静等待就好。冻结指令解除。静儿，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雨峰应该就在这帮傀儡里，我的信号他已经收到了，接下来就看雨峰的了。病毒已经喂进去了，他在那里等了3天，没有被清除，没有被移动。行刑台的能量节点结构我已经确认过3遍，每一根导管的走向和分布都在脑中对应到了物理位置。明天就是最终大战了。行刑制。低维 bug 林雨峰及其同伙，蓄意破坏系统秩序，干扰位面收割流程，触犯万界秩序公约。行刑结束后，其所属位面将被纳入格式重置后其所属位面将被纳入格式重置后行为的警示。残疾的系统反馈怎么断了一拍？光束的倒计时好像也跟着卡顿了。只引爆了自己体内残留的噬魂虫底造，制造出一次短暂的局部系统指令冲突。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杀！全部清零了！我攒了70年的系统权限没了，主脑断联了，我感应不到主脑了，他去哪儿了？不可能，主脑底层逻辑架构的物理损坏，这不可能！物理手段不可能直接攻击到逻辑层。你来了。我来了。
底层逻辑结构遭到物理不可逆损毁，系统覆盖范围正在收缩，核心协议层正在剥离外部节点。警告！警告！警告！系统覆盖范围已收缩至核心半径300步，所有外部互助连接已断开，核心协议正在重新加载。你可能忘了，原本你就是万界武道出身的旧时代战士，现在你没有系统了。我也不是傀儡了，公平一战。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执行清除。手腕伤得不轻，你先休息一下，让我和青哥来。你刚才撕傀儡壳冲过来的时候，像一头撞破栅栏的牛，我差点没认出来。牛也是你当初从药铺柜子里放出来的，不怪我横冲直撞。去吧，我在这儿坐着，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别再把命往刀刃上锋了。我们已经把主脑的壳掀开了，剩下的活儿我们得一起活着干完。好，我答应你。雨峰，等一下。怎么了？我帮你大致修补一下衣服。好了，现在你可以去了。来了。我们一起解决他。他左肋有伤，朝那里攻击。你输了。你们打败了我，但主脑晶体一旦重启完成，它会扫描整个神殿底层。你们投毒的位置、备用接口、物理信标、病毒植入点，它全记得。只要重启完成，它会在1秒之内清除所有物理异常痕迹。它重启需要能量，如果注入的能量超出了它当前可处理的上限，系统会过载短路。我把永恒花的存粮全部喂给它，让它吃撑到短路。异常能量污染，系统无法面容生命原力，请求清除，请求清除。雨峰，就是现在！
万界主脑是吧？你算了一辈子数据，有没有算过今天会被一个凡人赤手拆击？你毁掉主脑，3000位面所有的系统链条都会断裂，那些靠系统为生的宿主会一夜暴毙，而那些被系统压榨的凡人会重获自由。但中间的混沌期呢？谁来维持万界能源平衡？真正的秩序，从来不是妥协来的。谁要是以他人为代价谋取利益，那就要承受应有的代价。你的旧伤，是因为当年被人用系统奴役后反抗留下的吧？你能拔剑，说明你曾经也是个人。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吗？一个刚刚从傀儡蜕皮的虫子。我当然不知道全部，但我知道一点：你刚才从地上捡起短剑的时候，是先看剑尖再看剑柄的。那是小时候被人教过剑尖朝外剑柄朝心的人才会有的习惯。教你用剑的那个人，大概没教过你怎么当狗。今天这一局，你输给的是一个连系统都没有的凡人。3000位面，你以后一根网线都别想再伸进去。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不可能！我攒了400年的寿命呢！是你炸了主脑，你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杀了那个低位来的 bug， 把他杀了，说不定主脑能重启！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只是跟着系统活啊！系统给了我们力量、寿命、尊严。你现在把系统拆了，我们算什么？我们连怎么活都不知道了。你们做错的，不是跟着系统活，做错的，是活到系统断了，才发现自己根本没学会怎么当人。结束了，至少这一层结束了。不，还没完，还没完。虽然主脑已毁，但系统收割法则的根源代码已在本体入前从核心协议层执行了一次完整备份。上船，那正好，省得我们再去找门。
们现在还不会动，他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我们，是一段还没有被重新解析的坐标空白。不管你是什么，从哪里来，在等什么结果，我把话放在这儿。主脑我拆了，3000位面的网线我剪了。如果打算在上面再铺一张新的网，我照样会找到线头，一条一条扯断。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但你想从这片废墟里拿走的东西，得先问过我。先回万界试炼场底层，把那些被系统砸碎的家园一个个拼起来。至于上面，等我把底下收拾干净，我会上来找你的。这件衣服比傀儡壳舒服多了。就是领口破了一块，回去我帮你补上。行。行刑台刚塌，你们就开始讨论补衣服的事儿，为时过早吧？不然呢，除了补衣服、晒药材，把被砸坏的家园重新搭起来，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倒也是。回去了。走吧。秩序之上，尚有废墟。